我自己在改变生酮饮食之前呢，我的尿酸大多数的时候都在500多，我生酮饮食以后，我的尿酸升高到了600多，接近700的地方。但是好在哪里呢？好在我知道我的关节痛不是来自于尿酸，我知道我的关节痛是所谓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有痛风的，就有痛风的人来做生酮饮食，或者是尿酸本来就高的人做生酮饮食，大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多数的人生酮之后尿酸会升高，我也觉得很好奇。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啊，是需要透过学习去找答案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过去吃高糖饮食的时候，我们尿酸为什么会上升，跟嘌呤到底有没有关系？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我们饮食里面嘌呤吃多了，所以我们身体尿酸高了。我跟你们说，最近这些年啊，有很多新的知识告诉我们啊，我们身体里面的嘌呤啊，80%是内源性的，内源来自内部的，只有20%的嘌呤是来自于食物的。所以一定要说把我们身体的尿酸高赖给我们饮食里面的嘌呤，有一点说不过去啊。我们食物里面吃进去嘌呤其实不多啊。以前我们没有生酮饮食之前，我们的尿酸高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添加糖。添加糖我们身体处理不了，在代谢这些添加糖的过程当中，会代谢出很多的嘌呤，然后呢会增加尿酸。我们身体没有处理尿酸的镁啊。如果我们身体有尿酸镁的话，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尿酸排掉。生酮以后为什么尿酸又会上升呢？目前我们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身体内源性的嘌呤从哪儿来的？ 80% 的嘌呤是内源性的，我们身体不会制造嘌呤。但是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不停的在更新的。不断在更新的意思就是说，旧的细胞会死掉，旧的细胞会凋亡，新的细胞继续工作。那么凋亡的旧的细胞呢，就会被分解，然后身体会把它处理掉。这个就是我们内源性嘌呤的来源了。我们身体里面内源性嘌呤存在最多的地方，在我们染色体里面的 DNA 啊。我们细胞核里面是我们的染色体，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有23对46条染色体。如果你到电子显微镜底下去把它旋转，逆方向旋转拉直，它有1.2米到1.5米这么长啊。整个上面串着的就是我们的 DNA， 全部要被分解。 DNA 分解完了以后， DNA 的骨架那个架子啊，就好像楼梯的那个架子，那个架子的结构有相当一部分的原材料就是嘌呤。所以只要我们的细胞在更新，内源性的嘌呤就会不断的出来。为什么生酮饮食以后尿酸会升得比较快？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生酮饮食以后，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恢复，你的身体进入一个非常壮观的修复状态。生酮饮食做对了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变好。实际上你会发现，不仅仅是你的皮肤的质量变好了，你血管的质量也变好了，你身体里面不停的在更换新的细胞，把旧的细胞不好的细胞把你汰换掉，用新的细胞来代替，健康的细胞来代替。这个过程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你的尿酸会上升的，你会注意到连你的胆固醇也会上升的。胆固醇也是内源性的，是我们的肝脏根据身体修复或者是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的时候制造的。所以我们在生酮的初期，尿酸会升高，胆固醇会升高，这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说明我们身体真正在进行修复啊。但是你生酮饮食做对了没有？你不要误会我的内容了。如果你的生酮饮食没有做对，你不要误判了你的数据变化。你要做精心设计、重视营养的生酮饮食啊。如果你原本尿酸就很高，你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原本就会发作痛风，比较好的建议，如果你要生酮的话，你应该先去看你的医生，吃药预防它发作，因为它有可能会发作，你要预防它。如果你原本尿酸就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也建议你去找你的医生吃一些药预防一下，因为它后面是会继续上升的。这种上升是一个身体更新细胞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内源性的嘌呤变多了，修复的过程渐渐完成的时候，你需要维持，最起码需要维持一点低强度的运动，然后你喝足够多的水，让身体能够代谢，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它们就会降下来的。每一个人尿酸降下来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有的人半年就降下来了，有的人可能要1年多才能降下来。尿酸高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发作痛风，我们有认识人尿酸到了800多了，他也没有发作痛风。我的尿酸到了700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作，但是有的人尿酸400多就发作，痛风就发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如果你的炎症越厉害，
它发作的机会就会越高。所以这些小地方我们需要注意。我自己生酮几年以后，我的尿酸变化是很有趣的。这些年来我生酮以后，我的尿酸最低的时候是290，最高的时候是400多啊！你们听到400多一定觉得不正常。我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400多，我自己在家可以测尿酸的。我做48小时断食的时候，我尿酸一定上升。为什么48小时的时候尿酸一定会上升呢？我在消耗我身体的组织啊，我没有吃东西了，我身体在燃烧体脂肪啊，在消耗我身体的体内的组织，释放出来的内源性的嘌呤就会上升啊。内源性的嘌呤上升的时候，尿酸就会升高啊。我断食结束几天以后，尿酸就回到正常了。所以目前我如果不受任何影响的话，我的尿酸大概就是在290到310左右。如果断食的时候，尿酸就会明显上升。所以目前我的情况就一直保持在这样啊，这就是我们人类正常尿酸的范围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生酮之后确确实实我们会看到尿酸上升的，它是一个正面的反应，不是一个负面的反应。那么这样的现象，你多喝水，保持低度的运动，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自己会恢复正常的。有这方面顾虑的朋友，先跟你的医生商量，吃一些药预防一下也是有必要的。